这个王子广开后宫，塞满城堡，居然是为了给全天下女性一个家。这一次，他盯上了赛卡身边的美貌侍女伊法。副官丽泽发现伊法是精灵后裔，他问伊法：“确定要待在赛卡身边吗？”那个少年可是个怪物，所有精灵都对他敬而远之，并不是因为他没有魔力，而是在刻意避开他，就像是在厌恶魔族一样。丽泽认为伊法应该远离那个危险的主人，说着邀请伊法去后宫转转。另一边，赛卡在山中找到了龙巢里的巨龙，巨龙一见到他就非常凶悍的发起攻击，赛卡游刃有余的躲过，召唤出大王将巨龙禁锢在原地。而在他的龙巢里，居然还有一颗巨大的龙蛋。传说中记载这条龙是雄性，自然界中有不少为了繁衍从而性转的例子。这条巨龙估计也是在配偶死后自动转化为了雌性。于是赛卡开始帮助巨龙翻面孵蛋。阿斯蒂利亚王妃孵出龙蛋的传说或许是真的，而在赛卡开始动手孵蛋后，巨龙突然老实了起来。丽泽将伊法带到了王子的后宫，后宫可不只是王后和嫔妃爱恨交织的情感剧场，这里有很多负责传道授业的教师，专门培养女性官僚的机构，这里的学生将来很多都会参与国政，历代王妃都出身于此，所以王子才会一眼相中伊法。比起后宫，更加像个女子学院。王子的母亲是位非常贤明的女王，智慧果断，为民拥戴。王子的内心深感不安，不知能否和女王一样大有作为，所以才会在巨龙这件事上急于求成。在物色王妃这件事上也很青涩，但他并不是坏人。丽泽再次询问伊法是否愿意成为王子的贤内助，发现赛卡可以帮忙带娃之后，新带的巨龙直接把龙蛋交给了赛卡照顾，自己躺在一边呼呼大睡。赛卡累得不行，本来还想回去报告巨龙没有危险性，但却被巨龙劝着不让走，殊不知自己家都快被偷没了。王子居然不顾伊法的意愿，找来奴隶商人，强行给他办理了脱籍手续。王子越过伊法的主人赛卡，向官厅支付了赎金。如果赛卡不同意，他还会动用王族的权力强行买下伊法。他从丽泽那里听说了赛卡的事，他不能让伊法待在这么危险的主人身边。见伊法仍旧不愿意脱籍，王子很疑惑，身为奴隶，生杀予夺都被捏在别人的手里。伊法坚定地表示，即便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关系，他想做什么都是他的自由。然而在绝对的权力面前，他的意愿根本就不重要。王子让侍卫控制住伊法，强行让他在文书上摁下手印。伊法想要反抗，却被丽泽用结界封印了能力，还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他好。而就在丽泽准备让伊法摁下许手印时，巨龙突然出现，一头撞碎了结界。随后赛卡从巨龙头顶出现，轻描淡写地表示他和巨龙成为了好朋友，他现在需要一个会使用火魔法的人和他一起孵蛋。说着，赛卡向伊法伸出手，伊法毫不犹豫地奔向赛卡，他还是决定和赛卡一起走，因为那是他喜欢的人。两人骑着龙来到龙巢中，一只熔烟虎突然扑向他们，赛卡用冰柱将其禁锢，紧接着以泽库特为首的佣兵团出现。泽库特诓骗王子，目的就是为了得到龙蛋。区区两个小屁孩，泽库特完全没有放在眼里，他指挥熔烟虎要把两人烤熟。然而还没等赛卡动手，一股水柱突然狠狠将熔烟虎掀翻，居然是伊法动的手。伊法坚定地表示，他绝不会再被吓到手足无措了。泽库特愤怒不已，再次指挥熔烟虎和手下发起攻击。就见赛卡轻轻一挥魔掌，汹涌的火焰瞬间将熔烟虎吞得连灰都不剩。面对世界上最强魔法师和巨龙的强联手，佣兵们吓得四散奔逃，可惜都逃不出赛卡的手掌心。伊法动手烧掉了泽库特的魔法书，将这群歹徒带到了王宫，交由王子审判。赛卡报告了自己的调查结果，巨龙性情大变，是因为孕育龙蛋的缘故，他被接纳是因为帮忙孵化龙蛋。就此看来，王妃孵化龙蛋的传说是真的，对龙而言就像是家人，人类的后代亦是如此。所以龙守护了都城人民数百年，王子应该向龙报恩才对。如果能帮助龙蛋孵化，龙又可以和王国的居民成为一家人。但即使赛卡都这么说了，王子仍旧执迷不悟，执意要讨伐巨龙。他作为大王子，一定要在这座城市留下功绩。既然赛卡不愿意帮忙，王子就要以赛卡实现魔法产生异动为由，要将他拘留。说着，他又向伊法伸出手，要伊法抛弃赛卡，来到他的身边。这一下赛卡是彻底的愤怒了，他一把拍开王子，将他大骂了一顿。不管王子的话有多荒唐，因为事关国政，他都可以保持沉默，但他干出如此蠢事，居然都是为了伊法，他本身就太过急功近利了。比起女人和功绩，他最应该想想的是自己应尽的职责吧。他是绝对不会将伊法交给王子这种蠢货的。王子都被骂懵了，李泽却突然哈哈大笑，制止了王子的荒唐行动。他单独叫出伊法，问他是不是已经爱上了赛卡，说着送给了伊法一些光之精灵，他希望伊法能够获得幸福。回城的路上，伊法将自己是精灵后裔的事告诉了赛卡。
赛卡问起伊法喜欢什么样的人，伊法照着赛卡的性格说了一堆。赛卡听完之后想了想，伊法的要求好高，这理想型不太好找啊！我和你是个榆木脑袋呀，少年。回到学院后，赛卡突然提出让阿米欧去见他的父母，话一出口，伊法都吓掉了。难道要去见父母结婚？赛卡赶紧解释，他春假要回家一趟，父亲想见见全属性都适配的魔法剑士，还顺便邀请了梅贝尔一起。其实赛卡并不想回家，因为他家里来了一位大人物。想要见他和阿米优的也是那位。虽然赛卡已经强大的可以无视这种要求了，但如果随意特立独行，就会重蹈前世的覆辙，想要圆滑的生存下去还真难。一行四人回到了赛卡家，大哥鲁夫特已经成长为了出色的领主继承人，而变化最大的还是他二哥格雷。本以为是个推动前期剧情的炮灰工具人，没想到到了帝国军之后混得那叫一个如鱼得水，现在已经是一名合格的骑士了。他也没想到自己这么适合军营生活，但是他还没忘记赛卡愚弄他的仇，今天说什么都要再和赛卡一决胜负。一听这位二少就是欺负伊法的人，阿米欧主动站出来代替赛卡比试。赛卡表示阿米欧的剑法在他之上，如果格雷赢了再来和他比试。他想着阿米欧身为勇者应该能轻松取胜，阿米欧的剑术确实是比格雷厉害，却不想格雷居然用魔法佯攻使诈，气得阿米欧骂他卑鄙，要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是不可能的。格雷嚷嚷着要和赛卡履行约定，这时一个蓝发少女走了过来，想要见证决斗，而且她断定了格雷不可能赢。格雷当场撂下剑，不比了。而这位少女居然就是圣皇女菲欧娜。圣皇女是在帝都侍奉巫女和皇帝生下的孩子，继承了巫女和皇室的血统。菲欧娜来此就是为了见阿米欧。阿米欧不仅全属性魔法适配，而且剑术出众，就像是传说中的勇者一样。阿米欧被夸得小脸通红，看样子菲欧娜是知道阿米欧是勇者的。菲欧娜还很喜欢赛卡，想让格雷和赛卡一起做他的圣骑士，提出在回王城的时候赛卡能够随行。之后一家人一起吃了顿晚饭，菲欧娜非常亲和，和席上每个人都相谈甚欢。看着赛卡，伯爵心情复杂。他的管家是伊法的父亲，对于伯爵将伊法送到赛卡那个禁忌之子身边，管家一直颇为不满。伯爵本来也很担心，但是听说赛卡在学校成绩优异，也没惹出什么事端，伯爵也渐渐接纳了赛卡，甚至连从未搭理过他的伯爵夫人都对赛卡表示了关心。到了房间后，小雪表示她不喜欢菲欧娜，赛卡表示理解，因为他前世的夫人也是这样的性格。小雪一听有瓜吃，可惜还没来得及让赛卡展开说说，阿米欧突然推门而入，把赛卡吓了一跳。深更半夜一个女孩子跑到男人的卧室，实在有点不太好。阿米欧并不在乎，他问赛卡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，他准备回家继续当冒险者。赛卡表示他们不是已经约好了要一起冒险吗？他也准备当一名冒险者，不过他对冒险者并不了解，还需要阿米欧多教教他。阿米欧欣然同意，两个人再次约定之后要一起去冒险。阿米欧小鹿乱撞，丝毫不知赛卡在他身边只是将他作为隐藏自己实力的保护伞。第二天，伊法留在宅邸工作，赛卡等人带着菲欧娜出门逛街。菲欧娜为了玩得尽兴而撤下了随行的士兵，护卫的职责就落到了赛卡和格雷身上。来到集市之后，为了不走散，菲欧娜主动牵起赛卡的手。不过她这打扮在这里还是太显眼了。她问赛卡怎样才能和别人变得亲密。赛卡表示，在故事里，同伴间救人和被救都会让关系变得亲密，救人于爆头和魔手之手就会产生爱情。菲欧娜表示，迄今为止她都是自己克服了种种障碍，所以很憧憬得到别人的帮助。没想到言出法随，很快就发生了意外，建筑工地的吊木材的绳子断裂，直直砸向下面的菲欧娜。格雷和阿米欧反应迅速保护了菲欧娜，但菲欧娜却因为赛卡没有出手而闹了脾气，事情闹得有些大，周围人都围了过来。格雷提醒他们该回去了。临走前，赛卡在小摊上买了一条扎头发的丝巾送给了菲欧娜，成功哄好了这位圣皇女。而在回去之后，格雷却告诉赛卡，他之所以被选为圣骑士并非自愿，而是菲欧娜有意传播出去的。别看菲欧娜温柔随和，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。他之前被强行软禁，逃脱之后便以圣皇女的称谓声名远扬，甚至成为了继承人的人选之一。因为他能够预见未来，菲欧娜的母亲是神域母女，据说在生下她时预言了勇者和魔王的诞生。阿米欧是勇者的事已经不是秘密，他警告赛卡不要陷得太深，毕竟菲欧娜的目的可是帝国的未来。